当地时间周一，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恢复谈判。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关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中的妥协模式问题将由乌克兰全民公投决定。他重申已准备好与俄总统普京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乌谈判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现在谈论俄乌总统会面还为时尚早。俄乌谈判，乌方主要代表阿拉哈米亚周一证实，双方代表团的谈判当天已经恢复，会谈持续了1个半小时，随后将以工作组的模式继续讨论。乌方谈判代表团成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周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通过视频方式不间断进行，有许多工作小组参与这一过程。波多利亚克强调，任何原则性的决定只能由两国总统会见并做出，相关的准备工作还在继续。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一表示，不排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的可能性，但前提是俄乌谈判先达成一致。目前，俄乌谈判还没有重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向媒体表示，如果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就不可能通过谈判结束俄乌战争。他还重复了他在本月早些时候说过的话，即乌克兰现在无法获得北约成员资格。他表示，乌克兰没有被北约接纳，因此需要保持冷静并寻求其他安全保障。而安全保障问题可能涉及乌克兰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改变。他说，这些改变可能是历史性的，将由全民公投决定。乌克兰人民必须对某些妥协模式发表意见并做出抉择。但他同时强调，乌克兰相关法律规定，当乌克兰或其部分区域处于战争状态或紧急状态时，禁止召集和举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一个国家领土的变更，它是需要修改宪法的。那么修改宪法就势必要进行全民公投，是需要广泛的，不能是议会就决定了。他来表示要通过这个公投，实际上也是一种让步的表现，就是给了俄方或者是给了这个国际社会一种就是乌方可以谈，但是可能会加一个比较苛刻或者比较难实现的条件，其实实际上也是抛出了一个筹码吧。此外，俄罗斯官员周一证实，俄乌双方首次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9名俄罗斯军人获释，作为交换，乌克兰梅利托波尔市市长被释放。此前，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称，乌方用9名被俘的2002至2003年出生的俄军士兵交换回了乌克兰梅利托波尔市市长伊万·费奥多罗夫。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况依旧是当前国际舆论焦点。经过激烈巷战后，俄方2天前要求该市的乌军放下武器，但很快遭到拒绝。它一方面是威慑黑海，另外一方面呢是南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的城市，再往东再往西呢就可以到达这个南部的重镇奥德萨，那么往北呢就可以到扎波罗热这些可以威胁到乌克兰腹地的地方。所以说俄军的这个最后通牒呢，它实际上从战争一开始就是要争夺这个马里乌波尔的地方，但实际上乌方拒绝呢，也能展现出来，就是乌方在这个城市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英国金融时报周一分析说，占领马里乌波尔将令俄罗斯控制整个亚速海北部海岸，切断乌通向黑海的关键通道，形成一条连接克里米亚的陆上走廊。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俄罗斯打算通过控制该港口城市，宣布其在这场战争中获得首个战略胜利。不过，美联社引述西方军事分析人士的话说，即便马里乌波尔陷落，占领那里的俄军也可能由于疲惫而无法支援其他战线的攻势。当地时间周一，欧盟理事会通过名为战略指南针的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欧盟设定了增强共同防御能力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提供方向指引。按照这一行动，未来欧盟将建立一支最多由5000人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并可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将其部署到位。这一行动计划预计将在本周4至周5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正式获得批准。此外，根据欧盟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声明草案，他们还将在本周的峰会上同意在明年冬季之前联合采购天然气、液化天然气和氢气。此前，欧盟国家基本上都是自行负责本国的能源政策，并且在是否需要欧盟层面采取行动来抑制价格方面存在分歧。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战犯一词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表示，拜登针对普京的言论不可接受且不可原谅。
周一，俄罗斯外交部称，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不可接受的言论，使俄美处于断交边缘。俄罗斯外交部还召见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并向其递交了抗议照会。No. Did you ask me whether I was called? Oh, I think he is a war criminal.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随后强调，拜登总统的言论并不是正式宣言，而是看到乌克兰情况后说出内心感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个人同意总统这一言论，他们正在对乌克兰危机发生的一切展开调查。周一，俄罗斯外交部向美国驻俄大使约翰·沙利文递交了抗议照会，称美国总统拜登此前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的言论，使美俄关系处于断交边缘。俄外交部称，拜登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还警告美方，倘若进一步采取不友好举动，将招致俄方坚定而果断的回应。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周二进一步表示，俄美正处于断交的边缘，这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他表示，美国的制裁和压力不会对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上的决心产生任何影响。俄罗斯正在适应美国的制裁。里亚布科夫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景还是有的，需要美国对乌克兰施加正面的影响，但是美国可能不会这么做。美国需要停止与俄罗斯对抗的升级以及制造威胁。周一，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鉴于日本在乌克兰局势上对俄罗斯实施的单方面制裁，莫斯科将停止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并退出与日本关于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活动的交流，因为俄罗斯不可能与一个毫不遮掩采取不友好立场并试图对俄利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探讨签署双边关系中的一项基本条约。俄罗斯外交部还指出，日本方面还要对损害双边关系和自身利益负责。俄乌危机发生以来，日本跟随西方国家的脚步对俄罗斯发动多轮制裁，先是和 G7 国家一同发动对俄毁灭性的一揽子制裁和经济限制措施，之后又加入了欧美对俄罗斯的 SWIFT 制裁，并且于3月1号宣布冻结包括俄总统普京在内6人在日本的资产，并对3家俄罗斯银行实施资产冻结。本月7号，被俄罗斯列入不友好国家和地区名单后，日本政府宣布对俄罗斯追加制裁，但日本的站队行为也反噬了自身能源、化肥原料、粮食作物等俄罗斯进口的商品被切断，将直接影响日本的电力、粮食供应，直接影响日本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也将对日本制造业，尤其是汽车产业影响巨大。日本非常活跃的对俄施压，我觉得至少有2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呢，是他要通过这个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全球紧张局势，来试图踩踏一些红线，这实际上都是日本他要在所谓的国防还有军事安全方面，他要搞出一些动作，来满足日本右翼一直鼓吹的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的这么一个进程。第二呢，日本通过对俄制裁，实际上呢也向美国传递了一个信号，通过这些示好的举措，加速向美国靠拢，从而换取美国更大力度的对日本的进行扶持。日本似乎铁了心要追随美西方对俄强硬到底。上周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印度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长达110分钟的会谈中，乌克兰局势是主要议题。在会谈后发表的日印联合声明中，双方要求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强调在解决冲突方面，除了对话和外交之外，别无选择。此外，双方还明确将采取适当措施应对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日媒注意到，在联合声明中并未直接提及俄罗斯。印度在俄乌冲突上他的一些立场，这是不可能靠日本靠一个岸田就去把它改变的。我想岸田他本人其实可能也没有抱着说一定能够取得什么成果，或者一定能够劝服莫迪改变态度这个想法去的印度。他这么做实际上只是一个姿态，做给美国人看。事实上，印度目前是四方安全对话中唯一未对俄罗斯进行公开谴责的国家，还曾在联合国决议中3度投出弃权票。因此，美日澳3方密集对印度开展说服工作。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及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已经开展过相关工作，均未能说服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有分析指，印度在俄乌危机上的态度充分展现了外交独立性。此外，俄印两国也有着长
长久的合作历史以及巨大的现实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印度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原油的采购。另外，印度对俄军事依赖度非常高，俄制装备在印军中的比例超过60%。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日前警告印度不要站到历史的错误一边，但印度不为所动。而美国总统拜登周一批评印度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反应不坚定。拜登称，在华盛顿的盟友中，印度是一个例外。这种长期的连贯的这种战略上面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关系呢，实际上已经内生在了现在印度的全球战略上面，也内生在了俄罗斯的亚太战略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俄乌冲突进展到现在，印度它的政策立场，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即使后来有跨的4边的这个视频会，印度主要还是坚持它的立场。随着美日澳对俄国的这个制裁的进一步加重，以及俄罗斯对于美日澳的反制，那么实际上这种裂痕是在加大的，它不是在减小。这种裂痕实际上也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消除。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美俄围绕拜登战犯说的博弈升级，俄召驻美大使抗议，警告俄美濒临断交。那您对此怎么看？黑天鹅迭出的当下，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但要理解背后的含义，那就是俄罗斯越被包围，世界越危险。君不见，1919年不承认苏俄并围绕它建东欧防疫地带的凡尔赛体制活了几年？1927年，英美联手与苏联断交，苏联真理报以一篇置枪不冷的回答绝不屈服。后面的事儿大家就清楚了，欧洲被分裂，接着世界大战。苏联解体后的诸多档案证明，给俄乌关系添堵是美国和西方很乐意做的事情。不谈出工不出力的支持乌克兰加盟入约，单就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美欧以援助、NGO、智库等等途径，拿乌克兰当基地，不断在俄周边甚至俄本土制造颜色革命，对不满意的政权搞格式化再造。结果，普京时代的俄国家安全学说连改了4版，不稳定、歧视、迫害、分裂等等负面字眼一版比一版多。不客气地讲，向来把安全看得比经济、外交都重的俄罗斯，若认定和平手段保不了安全，请注意，是包括政治安全在内的总体安全，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以非和平手段先发制人。上世纪的美苏美俄关系告诉我们，美国习惯用明确的联盟和前沿军事存在压服对手，并形成了路径依赖。但当对手无论反抗还是合作，其结果都是被逼到墙角，那么他会丢掉一切希望，跟你拼个鱼死网破。面对这样无法靠围堵来压服的俄罗斯，美国或许拿乌克兰当反俄祭品，成功消耗和削弱了这个老对手，但他付出的战略代价，那就是遇到俄罗斯这样的决绝的时候，美国的保护伞无法覆盖所有盟友伙伴，这一可信度的受损是无可挽回的。俄日外交仗也在升温，俄宣布冻结和平条约谈判，日方反应强烈，首相宣称俄方动作不可接受。那您对俄日争端如何评论呢？日本历来对俄牵制，无非在经济、技术和金融上，却独无法在安全上拿捏俄罗斯。就日本现执政的岸田政府而言，对美同盟是其外交安保体制的基轴，这种附庸性让日本的外交缺乏灵活。尤其从安倍时代起，日本努力以东半球代理人的姿态为美国分担防务和外交责任，这种靠卖命换友谊的策略只能让日俄关系越走越窄。更棘手的是，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从领土问题再到朝鲜半岛核问题，日本就更别指望俄罗斯给予照顾了。就像美国学者戈维拉说的，日本简直是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了2次。大意是8年前克里米亚危机，日本掺和到制裁里面，结果被俄罗斯狠狠地摆了一道。难怪普京在一次瓦尔代年会上笑谈，全世界真正有资格奉行独立外交的，也就俄中美，顶多加个印度。日本、英国听美国的，法德听美国和欧盟的。再说印度吧，莫迪上台后，奉行有倾向性的不结盟，也就是更多的亲近美国。普京难道没看出来吗？不可能，但他有信心，就是印度人走不远，因为他不像俄中美是有真正工业科技硬实力
和必要时内循环的强国，它需要俄罗斯的能源、技术，特别是军品。比方说，印军武器的86%是俄罗斯造的，其中印度陆军的比例是惊人的90%，这绝不是美国人说给就能给的。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自己的专著《不确定的世界》里承认，更活跃的俄罗斯是印度大国塑造方程式里面极为重要的函数，没有它，这道题是无解的。今日印度的记者班迪普辛格说得更漂亮，我们面对俄罗斯远没有中国或者美国面对俄罗斯那样充满自信和平等。从这几个案例中，我不得不阐发一句，看一个国家自不自主，说话算不算数，归根到底还是内功与硬实力说了算。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一晚，中国东航发布公告，决定停飞全部失事机型客机波音737-800。国家民航局在接到客机事故报告后，随即下发2项通知，对全行业加强当前航空安全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有行业专家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尽管有技术故障等诸多猜测，但具体事故原因需要找到飞机黑匣子才能做出判断。过去多年来，中国民航局在事故调查中的权威性无需质疑，对于事故的结论应以中国民航局结论为准。民航局在下发的关于加强航空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做好民航空防安全工作的通知中要求，要切实加强民航领域安全隐患排查，举一反三，从飞机保养维修情况、飞行天气情况、人员资质、操作技能、空防安全等方面立即全面排查隐患。航空公司要严把放行关，增强机组搭配力量，对飞行中发生的任何不正常情况及时报告，并给予机组及时必要的技术和决策支持。民航各地区管理局要立即开展行业安全大检查，落实安全监管措施，夯实安全生产责任，防止监管漏洞和死角等。而此次东航事故中，根据 MU5735 航班最后时刻的 ADS-B 数据、即时时空对空监视数据来看，飞机事故发生前在约8730米高度巡航飞行，随后突发异常，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内急速下坠，并在约1000米从 ADS-B 信号消失。陈红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飞行安全角度，飞机事故一般有5大影响因素：指挥因素、气象因素、机械因素、飞行员操作因素以及恐怖主义袭击。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在空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发动机停车，几次开车都不成功，电气设备受到影响，无线电受到影响，甚至是一些控制系统、飞行员的操作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 ADS-B 数据，能判断飞行事故原因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证据，仍是飞行信息记录系统。再来关注香港抗击第5波疫情的消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周一的抗疫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了几条重要信息，包括暂缓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工作，待时机合适时仍会考虑，以及或将在4月21号起分阶段解除社交距离措施等。周二，特区政府官员以及医学专家继续就这些焦点话题进一步做出说明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二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就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做出暂不进行全民检测，是基于疫情防控确定优先的要求而做出的决定，并非躺平。据新华社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二公布，截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14152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其中经核酸检测确诊病例4296例。另据香港医管局介绍，过去24小时有190名确诊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香港大学医学院周二举行的第5波奥密克戎疫情发展模拟模型更新记者会，分析了截至3月8号的入院患者数据。其中，在预防死亡的有效率方面，分析发现，60岁或以上患者中，接种3针复必泰疫苗的预防死亡率为98.1%，3针科兴疫苗为98.3%。至于预防重症的有效率，同样在60岁或以上群组中，3针复必泰为98%，3针科興為97.9%。一定要打3針。第二個結論呢，就係話，打咗3針之後呢，其實你打邊隻冇乜所謂。我其實又打唔切3針喎，咁而家燃眉之急，我係打咗1針啫，
我第二針應該，如果我係打開科興，我係咪應該轉嗰個平台，所謂混針呢？咁我會覺得呢一個係應該考慮嘅。梁卓伟还表示，香港第5波疫情到4月21号左右，如果没有新的变种病毒出现，或没有大规模的出行人数上升，以及没有社交距离措施大幅度放宽的话，预计每日新增将会跌至3位数。梁卓伟认为，届时若坚持清零政策，将边防、检疫酒店等类似措施做好，可以回到第5波疫情前的水平。他还表示，全民检测在每日新增处于低位数时是最佳实施时间。事实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周一抗击疫情记者会上就宣布暂缓全民强制核酸检测工作，待时机合适时再予以考虑。林郑月娥解释，做出这一决定是经考虑内地专家及香港本地专家的意见，两批专家意见相当有共识，都认为全民强制检测应在疫情爆发初期或尾段进行。香港目前的疫情虽然有所缓和，但个案数字仍属高位，所以专家意见认为，现阶段不适宜将有限资源投放在全民核酸检测。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海外媒体常常聚焦深圳，那么对这次快速的疫情防控，他们有何评说呢？主持人好，的确呢，如你所说，世界聚光灯下的深圳稍有风吹草动，海外媒体呢都有报道。前些天呢，这个疫情防控策略有变，海外媒体呢担心会不会影响全球供应链，因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呢发生了疫情。但是现在呀，这个深圳抗疫呢取得了快速的这个控制，也是让人们眼睛一亮。彭博新闻社说，深圳这个技术港湾找到了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的新路，可以保证经济发展和全球供应链。这个深圳市政府呢，将在工厂之间呢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措施，以保持工业生产链的稳定。该市呢还强调要保持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不能够举行公众集会。法新社说，中国华南的技术产业发电厂深圳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的疫情防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圳呢采取的是把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的政策。这里呢，全球供应链之家生产任何东西，从苹果手机到洗衣机，中国最大的技术企业呢都在这个城市。路透社呢有好几篇报道，对深圳疫情防控的每一个步骤呢都在关注。他们呢把富士康生产和经营全面正常化看作是深圳实施一企一策、一厂一案的标志，保障企业有序生产经营。这家通讯社呢还报道说，深圳在推行精准防控，通过实施分区、分级、分类差异化的疫情防控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通过加大对企业服务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美联社报道说呀，与香港毗邻的中国技术和金融中心深圳，通过快速的防控，从周一开始呢恢复正常。深圳是中国的民企业之都，包括华为、比亚迪、腾讯都在这儿。盐田港呢，更是影响全球海运的大港。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呀，中国更加精准的防疫策略似乎呢在深圳等一些城市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深圳在推行这个精准防、稳增长的策略。北京呢要求充分认识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尤其呢是应对这个传染性很强的奥密克戎。英国卫报说，即便在疫情较严重的时候，深圳也采取了北京冬奥的闭环管理模式，让企业继续生产。新加坡联合早报说，深圳市从周一起已经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全市恢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公交、地铁呢也恢复了运行。当然了，也有一些媒体比较这个深圳和香港的防疫策略，内地的深圳、上海呢似乎比香港更有效，但也说呀，这个香港和内地城市的防疫重点呢有所不同。深圳和香港的疫情防控策略确实有所不同，也引发内地人和香港人之间的互不理解。那您认为怎样才能使两地民众更好的彼此体谅？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是中国内地和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加上呢，在香港实施的是一国两制，香港特区政府在抗疫中呢发挥主体作用，因此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和内地不同。其实呀，内地各地呢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有所不同，所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呢，香港的疫情防控需要在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间呢保持平衡。作为国际化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香港呢还得考虑外国人的感受和诉求，这样呢就出现了内地和香港的不同的抗疫策略。另外呀，这个疫情期间呢，中央和内地在支援香港抗疫，那么等疫情过后，香港呢会反扑内地的，这个特别呢是在经济领域。我们要知道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65%到70%呢都是通过香港进来的。因为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国际完全接轨，同样呢，中国对外投资有65%也是通过香港实现的，这就是香港的重要作用。我想呢，现在两地之间的一些隔膜或者呢误会，等到疫情过后就会慢慢过去。当然呢，这个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还是需要教育和舆论来加强的。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